这是一节软卧火车，普普通通透露出一丝年代的气息，而这也是一节软卧火车，豪华的让人感觉有些不正常。但这样的非正常软卧，其实想坐上的话很简单，价格呢也和普通软卧分毫不差。那么今天我们就搭乘这个可能是全国最豪华的软卧列车，前往哈尔滨，再抵达福苑，开启我们的横贯中国之旅。所以本期视频您将看到复古豪华、贴心服务、优质睡眠、霍格沃茨。好的，各位晚上好，我是虾，欢迎回到北京站北广场。夜晚的北京站灯火辉煌，广场上的空气也不错，就等会儿再进去。北京站出发走京哈线北上的车经常用第8候车室，而这个第8候车室呢，其实是一个介乎于天桥和候车室之间的东西，动不动的挤成晚高峰的体育西路，所以也不如在外边透透气儿，时间差不多了再进站。还行，今天1203被放在了第5候车室，也就是北京站正面左手边2楼那里，从广场上甚至都能直接看到。这边就比第8候宽敞多了。前几年翻新时也是修旧如旧，保留了之前北京站那种结合了一些苏联风的传统风格。如果您是来北京游玩，最后一站选择走北京站离开，并顺便参观一下这个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车站大楼，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现在列车已经开始检票，看起来1203次的旅客们应该都下去上车了，我们也赶快检票进去吧。是日1203次列车停靠在5站台，隔壁4站台是经由京沈高铁开往城门南的高7853次，因为用的是8节编组，所以我们这里是看不到的。在旁边的3站台是直67次，一看就知道绝对不可能是广铁的车。他们将在我们发车20分钟后出发，同样前往哈尔滨方向。各位如果仔细观察直67和1203的车厢的话，不难看出他们的窗户比我们的要扁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车厢是青岛四方和加拿大庞巴迪以及德国鲍尔公司合资生产的 BSP 25T 客车，模板是比利时的 i11型客车，跟纯国产的25T 是2个型号。车体会矮一截，车窗也更扁，贴膜更绿。而今天的本部机车也是熟悉的东风11G， 外号叫猪，是我最喜欢的机车，使用2台 V16 柴油发动机输出动力，跑起来声音特别带劲。这款机车可以直接向客车供380伏的交流电，并且因为是内燃机车，不怕冻雨和雪灾什么的，哈尔滨局就特别喜欢。目前京哈线的几趟西发招致的直达特快列车，几乎清一色都是东风11G在牵引，比如隔壁的直67，当班的就是东风11G 0017、0018，之后的直15、直17也都是东风11G 来拉。20年前轻忽13株的遗风，今天仍然在京哈线风驰列车。欢迎乘车。直1203次其实也混了几节 BSP 加在非正常软卧中间，但很遗憾，我的铺就在这几节 BSP 上。不过我的床单稍微有点水渍，加上非正常软卧那边其实还有富裕的下铺，所以一会儿开车之后没多久我就会换过去。虽然很多人很喜欢那个车，但 BSP 相对低矮的车身和窗户位置，我觉得并没有普通的国产车舒服，并且 BSP 下铺离地板更近，有些在国产车上可以轻松塞进下铺底下的箱子，换到 BSP 就会太厚塞不进去，最后就只能挤在桌子底下，跟垃圾桶抢同一片空间。同时 BSP 那个绿色窗户贴膜色差贼大，上次那条进藏车的视频，鬼知道我后期搓了多久调色才拉回来，所以即便今晚没什么风景，我们也还是换过去吧。晚上8点36分，直203次准点由北京站发车，下一站是1个小时后的唐山北站。和更晚出发的直67、直15这种真一站直达不同，直203中间会停一下唐山北，扩大服务范围。有一种说法是后面那几趟往东北的大直，也就是直15、直17、直61、直211次那一群，是压着秦沈客专的夜间维修天窗点排的时间。如果这几趟车晚点的话，就会影响线路的夜间维护保养工作，而让直203这种出发时间早一些、排点也更松一些的车增加额外停站，后面几个只管闷头奋力跑就成了比较合适的选择。今晚我们会沿着京哈线一路北上，用10小时25分钟的时间跑完整条京哈铁路，行驶1249公里，最终于明天早上7点01分抵达终点哈尔滨站。列车已经通过北京东四环，正在通过水南庄道口，换到了那个空下铺和这里隔着10多节车厢，我们差不多也往那边走吧。OK， 欢迎各位搭乘直203次列车。那么众所周知，直203这趟车除了比较常规的 BSP 软卧 25T 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东西也编在这趟车上。比方说各位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90年代风情的木纹装饰。那么我这一节车厢呢，应该是以前的，反正以前不是拉普通旅客的车厢。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到底都有什么好东西。首先呢，这趟车它的这个照明灯，它是左边一路，右边一路，它是有2路控制的，应该叫2路控制吧。然后这边门也可以上锁，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我
这个门这个质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个玩意儿放下来是这个脚踏板，而且这个脚踏板是有一个回弹的阻尼的，这个还不错。但好像是不是之前特109的北京铁路局的那些软卧 25K 有一节也是类似这种的木纹装饰的，然后它的这个脚踏板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哈尔滨铁路局非常喜欢的复兴号1套，他们现在把这个玩意儿应用在他们能套上的所有东西上面，几乎一架没有任何的网兜的痕迹，这个车从来就没有装过网兜，以及这是一个独立的温度计。但是各位看这里有没有觉得缺少一些什么东西？是的，这个车它没有那个永远都点不亮的电视。好，我们来看看这边，非常舒适的窗帘，而且还有一根绳给窗帘绑着，这个真的很不错啊。灯哇，巨亮！这晚上开一下这东西，就跟外边过了一个这个检测灯似的。2档控制还可以，桌面以上是没什么东西，但是看看下面，音量调节的这个广播音量的这个控制直接放在了床头，然后这边还有空调的风量控制，这个和后期的25T 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刚才试了一下，它不管用，它是死的。以及虽然是比较早期型的25T 车厢，它还是有插座的。对，每一个包厢都有插座 ，BSP 里边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就真的很不错。但是吧，可能还是因为早期型，所以还是有些设计上的问题。这个车呢，它那个铺面的高度应该还是比 BSP 要高了，但问题就是它中间这儿，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见这个位置，它还有一道梁。这就造成了，你如果是把一个箱子趴着往里边放的话，它会被这道梁挡住。所以，可用的有效空间，其实还是跟 BSP 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即便我这次换了一个比较小的箱子，它还是得这么放在桌子底下。毕竟是比较老的车型吧，在后边的一些更新型的，尤其是那些现在全国满地跑的国产。软卧 25T 上面就这些直达特快以及1等卧上面，这个 bug 都是已经被修正了，才会把这个铺调的比较高，或者你是可以把这些箱子直接横着推进去，这样的话就很舒服。我觉得最舒服的应该是 AFAE， 那当时我用的那个箱子是很厚的一个箱子，但还是非常顺畅的塞进去。AFAE 确实是跑了这么久，依然很喜欢。虽然这节车每个包厢都有插座，但列车员还是在过道插座上面挂了手机充电袋，非常贴心。毕竟上铺旅客和 BSP 车厢的包厢内没有插座的旅客还是得在过道充电。如果是暑假或者春运之类的高峰期，这几个过道插座说不定还要排队，有袋子就还是方便太多了。但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东西随时都在视线范围里。现在的治安虽然比以前好了太多，大的东西肯定没人敢拿，但其实还是会有人偷小物件，所以依然不能掉以轻心。这支车感觉应该是以前编组在特殊非载客列车上给诸如记者之类的随行人员住宿用的，所以列车的内饰也和普通的软卧车完全不一样。过道里面铺的地毯颜色和整体色调非常搭，并且地毯的干净程度也是全路领先，观感非常好。车厢整体的木纹内饰搭配暖色调照明，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列车的差旅属性，带给旅客家的感觉。毕竟在这个车刚造出来的90年代，这种木纹装饰就是当年的豪华风，在一段时间内非常流行。而这些车厢软卧过道的门甚至有勾了金边的窗花，而底下的磨砂玻璃也做出了坑坑洼洼的皱纹。我记得我小时候爷爷奶奶家的门也是类似的风格，都是回忆了。而说到门，除了软卧过道的这道门，厕所所在的小隔断和一进门的端面之间也有一道门，再加上车厢连接处风挡那里的绿色大铁门，从风挡缝隙传来的噪音要经过4道门才会抵达铺位，而这些门的密封性又非常好，所以软卧包厢里边就特别安静，睡眠质量相比普通软卧能好一大截儿。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个车毕竟设计的早，往车厢内走的2道门用的还是比较旧的款式，门槛比较高，不利于大箱子通过。但考虑了优质隔音门带来的乘车体验飞升，上下车的时候多提2下还是太值得了。然后呢，我们老样子快速过一遍来。我这车是不是刚厂修出来呀？怎么这成色这么好？来，锁定，锁定不好。锁定好了。这个厕所的洗手台就是很 BSP， 就是这个放在角落里边的一个。
现在的车往后边更新一些的2.5T应该不是这个设计，但是也是非常的宽敞。哇，这地儿怎么那么宽敞？这是一蹲坑，那这个轻藏车都没有这么宽敞。哇，这个完全摸不到呀。然后门的话也是有这种90年代风情勾边儿，这是够可以的啊，这真够可以了啊，这个可以。欢迎来到唐山北站，我们在这儿停车2分钟，下次开门就是终点哈尔滨站了。不过半夜我们会在沈阳北站技术停车，司机师傅会换班，客车车厢不开门。但就今天这节车厢的行驶品质，我觉得我大概率还是会直接睡过去。停车时间只有3分钟，不下去了，直接去哈尔滨呼吸大东北新鲜空气。出唐山北站后，旁边就是唐山机务段，这里是中国的第一个铁路机务段，以前叫古冶机务段，于1882年诞生，最初主要服务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如今配设有200多台机车，主要承担货运任务。欢迎来到山海关站，相信这里对于每一位东北的观众朋友都有着不一般的意义。我们目前正在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秦沈客专上前进，这条铁路通车于2003年，设计最高速度250，在走承德那边的京沈高铁全线开通前，是唯一一条连接关内外的高速铁路，并且时速120的 K 字头绿皮和时速250的高铁混跑，运输压力和掉路的头一个比一个大，所以京沈高铁的开通确实极大缓解了这一段的压力。目前列车时速150公里左右，已经达到直达特快列车正常的巡航速度。这种非正常软卧车 GPS 信号非常稳定。相比之下，旁边的 BSP 车厢和很多普通的国产2.5T 车厢普遍都有点法拉第聋，车里 GPS 信号聊胜于无，测速的时候也只能看着没有读书的屏幕干瞪眼。不知道是不是车窗贴膜的问题，但总之目前为止我们的车厢非常舒服，大车师傅的手艺也好，从出发到现在完全没感觉到车沟撞一块导致的冲动，一点都没有。那就抓紧时间休息吧，时间不早了，那就晚安。早，现在差不多6点半。昨天睡了，我看手表大概统计是5个多小时，其实睡眠质量还是可以的。这个车行驶品质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虽然是比较老的车了，但其实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也没有说那种咣的冲动。这个车它是有冲动，但是它更接近于固有，就应该是这个2.5T 的密接钩的功劳，它不会说那么咚的来一下，所以就舒服很多。车子本身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抖，但其实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就总体来讲还是非常舒服的。直203次晚上8点半发车，早上7点就到，所以并没有挂餐车，早饭纯靠自带。今天的早点基本都是前2天跑北京到秦皇岛的星光烟照号列车上拿的，那个车每位旅客都有一个小吃盒，不过说是小吃盒，其实里边东西特别多，甚至有八宝粥，就特别适合拿着当软卧的早餐。那个车完完全全超出了我的预想，从加大的窗户到景泰蓝把手和洗手盆，再到列尾朝后的巨大展望窗以及头顶的天窗。我上车的时候满脑子只有一句话，没想到我国的旅游列车竟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星光烟照号实在是太棒了，后面回北京还得抽空再跑一趟。早上7点整，直203次提前1分钟抵达终点哈尔滨站。阳光透过哈站霍格沃茨一样的雨棚，打出漂亮的丁达尔效应。哈站复古的装修风格真的是来一次爱一次。不过我们的时间并不宽裕，3小时后前往抚远的飞机就要从哈尔滨机场起飞，得赶紧打车去机场了。跑了一晚上的机车也要下班了。而在模拟火车世界6中，还有更多的机车、更多的线路等着你去驾驶、去探索，非常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至于后面的故事，欢迎各位前往观看我们从抚远到喀什横贯全中国的铁路旅程。第1期已经更新，第2期顺利的话下周就能出来，也是让各位老观众久等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一路上铁路工人的辅以协助，也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不妨点赞投币，手动关注一波，你的支持会帮助我们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旅途辛苦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